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有分享我水彩教学相关的影片了。那因为前一段时间都在忙，那到底在忙什么呢？也许待会儿影片后段进行当中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无论如何呢，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今天呢我所选定的这个主题，也就是一串香蕉。那为什么要选定这个主题呢？有2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呢是香蕉富含单宁酸，那有助于身体健康。那第2个原因呢是香蕉本身呢，它是对于静物水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练习的一个项目。那先来谈一下为什么要突然提到说香蕉富含单宁酸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一阵子台湾呢，新冠肺炎疫情呢，整个变得非常严峻，那已经进到了社区感染的状态。那每个人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在这个非常非常要紧的阶段当中，最希望的无非是自己跟家人都能够有很好的健康及免疫力，来共同对抗这个严峻的疫情。那因为香蕉富含单宁酸，那听说呢，对抗新冠肺炎方面呢，有一定程度的效果。无论如何，希望我们所有国人呢，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一起度过这个严峻的疫情。台湾加油，大家加油！好，接着我们看到今天为我们示范的这支笔，那它是大陆生产的马蒂尼，混合松鼠毛的水彩笔。那它是一支手工绑线水彩笔。那通常呢，这支笔叫做红胖子。那当然，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系列是蓝色笔杆的，叫蓝胖子。我们可以看到手工绑线的部分呢，其实相当精致。那这一支是5号笔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用这支笔呢来做打底色的动作。那经过开笔之后，透过镜头我们近距离观察它的吸水程度，还有它笔毛柔软的那种状态。那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收起笔来的时候呢，它还是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笔尖。那我们就运用呢笔腹含水量高，然后又形成一个完美的笔尖，可以方便于修饰轮廓线边边，以保持完整性的特色，先帮它刷上一层水分。另外呢，今天示范用纸是宝红300克粗纹水彩纸，习惯性的刷好水之后，看一下水面的反光，像这样均匀就是完整的。同时箭头所指之处呢，也发现了一个没有刷到水的地方，当然我们就立刻补上去。好，趁水分还没干的时候，我们来渲染底色。在这边呢，我们把这一串香蕉当成一个单位，我们暂时不要去管这一串香蕉里面到底有多少根香蕉，因为这样子就会让事情变得比较复杂，做起来也辛苦。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大单位，全面性的先上一个底色，只需把握一个重点，颜色从上到下呢越来越暗即可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用第2支笔，马可威14号的圆头笔。那我们要运用这支笔呢，来做第2次细部的小渲染。那在渲染之前呢，我们要确保刚刚所上的这个底色呢，是还没有干的状态。然后水彩笔沾了水之后，我们把笔腹多余的水吸掉，接着调浓度再高一点，然后沾一滴滴的橘。然后呢，做一个更深一点的铬黄色的概念。那趁水分还没干的时候，我们来做小渲染。那不好意思，因为没有注意到拍摄的角度，所以呢，有几笔刚好被我的手背挡住了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笔触下了之后，在画面上所产生的感觉。那由于呢，我们刚刚上第1层的时候，水分是还没有干的状态，那因此我们在做第2次的小渲染的时候，我们把握了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，笔腹上面的水吸干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
这时候只有笔尖它是有少许的颜料，那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像刚刚呢转开成碎笔，那轻轻的刷，把画面上我们观察到颜色比较稍微浓一点、暗一点、彩度较高的地方补上去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正式画出香蕉一条一条的感觉。那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，只要把香蕉的暗面勾勒出来，那它一条一条的那种状态呢，马上就会非常的清楚。那尤其是在更暗的地方呢，我们再多加一滴滴的橙色下去调，让它呢是可以比较偏橙黄色的，然后呢看起来又卖相是很好的状态。那至于地头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加一点点浅绿下去调。在这边呢，也给大家一个贴心的小提醒，很多同学们会觉得香蕉的暗面是不是要加土黄色？其实不是，因为加了土黄色之后，那种水果新鲜的感觉就不见了。因为土黄色有的时候操作不当呢，会有一点脏脏的，所以我们宁可用一点点的橘来替换土黄色，来表达香蕉暗面的那种概念。至于地头的部分呢，就用星寒水彩的浅咖啡色。那我们放慢速度来看一下，我笔尖呢勾勒之后，笔尖呢勾勒出我们所要的精准的外形。那内侧我会按压，像笔腹这样子按压下去呢，它后端会产生一个比较自然的小小的晕开的状态。那这样的方式呢，会好看很多，比较不会显得生硬而死板。接着呢，趁它半干的时候，再加深咖啡色来点香蕉地头里面比较更暗面的部分，还有暗调子的地方，让它呢更具立体感。接着我们要画香蕉的第3层，首先调好颜色，一样，笔腹多余的水分呢稍微吸干，我们不要在上面呢好像过度的水分太多，到处流动不受控。那第3层呢，我们用的是重叠法。那前面呢，第1层跟第2层我们做的是大渲染跟小渲染。等到做重叠法的时候，一定会需要用到所谓的暗调子。那这时候我加一点点的紫色。原来在这里有一个小 pebble，黄色的暗面呢，我们调的并不是咖啡色或是土黄色，我们是调紫色。因为你会发现呢，紫色跟黄色碰撞在一起，它所产生的暗面会是比较高雅的。那甚至于有必要的话，我们把笔尖压开，变成是一个碎笔的状态，然后来轻轻的扫我们刚刚所画的最暗面的暗调子，那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过渡。至于香蕉的尾端，我们用深咖啡跟浅咖啡呢来略微表现，做出画龙点睛的那种效果就可以了。最后的最后呢，我们在凹陷进去的地方再多加一点点暗调子。那这个暗调子非常重要，它可以让整个空间呢前跟后的感觉更加的分明。最后呢，在香蕉的身体上，我们点一点点浅咖啡，就是简单示范一下。如果平常我们看到的香蕉不是像画面中图片这么完美，而是有一点点斑点的话，那这个斑点我们也是做画龙点睛的效果即可，不要做太多，因为做太多的话，香蕉会感觉脏脏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在底部阴影的地方一样，先刷一层水，趁水分还没有干的时候呢，来做一下香蕉底下的阴影。那至于这个影子的部分呢，我也是让它带有一点点紫色，因为黄色跟紫色呢是非常棒的对比色，所以这2个颜色同时出现在画面当中，其实是很好看的。另外呢，画面当中小小的调子啦，或者是笔触的铺陈啦，都是为了让整体画面看起来比较活泼而设定的。
最后呢，提醒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好习惯，每一次画完之后，把调色盘一定要擦拭干净哦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示范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